那如果他们都可以帮我们进行产品测试的话，那我们上线的周期可以缩短多少呢？至少2周吧。那得了，办张卡算什么呀？再者说，你这个小身板也该练一练。韩子墨，他昨天睡得晚，让他多睡会儿吧。这都几点了？韩子墨，韩子墨，韩子墨！早醒了，大喊大叫的，照你这么喊，植物人都比你还醒。哎，儿子，你还真说对了，你老子连植物人都能喊醒，就是喊不醒你，成天跟梦游一样。是，我是在梦游。哎呀，我给你推荐的人不梦游不就行了吗？谁呀？黎初瑶啊。哎爸，初瑶工作是不是特别认真、特别努力、特别好？跟你一个德行。哎，黎初瑶到底怎么样嘛？工作态度还行，这个脑子啊有点问题。有你这么说人家的吗？人家那是老实，都跟你似的，老油条。行了行了，吃饭吧啊！吃饭都堵不住你们俩的嘴。哎呀，你干嘛？你还真打呀？我觉得你应该再使点劲儿，不疼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没事儿。吃饭。人呢？多给他盛点。好，谢谢。行了行了，这吃着饭呢还老玩手机啊！快吃饭。你这2天怎么了？谈恋爱啦？哟，我弟交女朋友啦。那是好事儿。哪天不忙领我来我们瞅瞅，就是认识啊一。下。哪家的小姑娘啊？哎，你们想多了，没谈恋爱。玩了，玩了，吃饭。你看人家姑娘等得多着急，还不承认？赶紧回人家呀！不会。我看看是哪家的小姑娘。你别管。他谁呀？你俩什么情况？他最近总是给我发信息，能不能跟他说别发了？烦死了。你们怎么勾搭上的？是他勾搭我啊！哟，我跟他说说。你也认识啊？哎，谁家的姑娘长什么样啊？你有没有照片啊？哪个学校的？你跟妈说说。男的。啊？哎，你最近跟韩子墨联系的挺频繁啊？没有，还说没有？吃饭的时候一直跟他发消息，怎么回事？可能他看我公司最近发展不错，想合作。他跟你们合作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我跟你讲啊，他这人没什么正事儿，你别被他忽悠了。他还能忽悠我？你别被他忽悠就行了。忽悠我干嘛呀？老板刷了啊！这小我觉得你家这个手环还挺实用的。现在这一款呢，主要是用于心率监测。如果想拓展到健身领域，还有很多方面都需要去改进。啊，对了，张教练，虽然现在健身是热潮，来办卡的人络绎不绝，可是我发现真正能坚持下去的学员好像寥寥无几啊。对，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。我觉得现在的人呢，普遍都心浮气躁，来了1、2个月之后，看着没什么效果，体重不减反增，自然就不来了。没什么效果。
如果我们的手环可以通过手机 app 去汇报每一次健身后体脂、肌肉还有水分的变化，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到健身后的效果，那会不会更加激励很多人在健身这条道路上长久地走下去？这个主意不错啊，那当然好了。危险！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慢点啊！张教练，幸亏没有伤到骨头，真的不好意思。谢谢你啊，张教练。没事儿，但是记住啊，以后自己不熟悉的器械，千万不要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使用，多危险！知道了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们路上慢点啊。见啊。回来了。您拿这么多衣服干嘛？所里边组织干警家属上山里的民宿住2天去，也算是对老同志的一种福利待遇吧。正好带你妈放松放松去，那儿天然大氧吧，空气特别的好。那我妈这身体能行吗？咨询大夫了，大夫说，换换环境更有好处。啊，那药带了吗？都带了，你妈都给准备好了，你操心操。哎，你别说啊，我这都多少年没出去了，还真想出去走走。那你们到了就要打电话啊，每天必须得联系。不说差点忘了，充电器。哎，这忘了可耽误大事。看你这个人的脑子啊，我都提醒你多少遍了，跟你出去还不如跟我的孩子们出去。哎呀，这是嫌我老了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等你走不动的时候，那背着你往山上跑。我等着呢。给，搁你的兜里边。山上冷，拿点厚衣服吧。你提醒我了，那个初晨啊，跟我去我们卧室那个床底下，把我跟你爸的那个厚衣服啊给拿出来啊。别，你2件就够了啊，1人件就够了。行，知道。爸，你们真行吗？没事儿，我保证24小时不离开他半步。一定要注意啊！行吧，我每天定时向2位小领导汇报。好警察。张教练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都是因为我。您好点了吧？没事儿，这点小伤算什么呀？哎，咱们继续练啊！哎，我起来，来，我起来。你慢点。你得相信我，人的潜力是无限的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有，来，请吗？没人拦着你。不就有几块臭奖牌吗？回头我也上网买一档。对。哎，你当初骂我那架势哪去了？我要不是看他救了我一命，我早就骂死他了。哎，这样啊，下回我陪你一块儿去，你看他哪儿不顺眼，我帮你叫你妹。就你那小身板儿，还能指望你呢？我怎么了我？四爷，我陪你去。我不去。四爷，你至于吗？生这么大气。我也就是过过嘴瘾，为了工作我都忍了。你还忍呢？每次去都板着张脸，能不能控制控制？我控制不了，我对他那种厌恶是种生理反应。生理反应？你去把它弹下来，不就不用去健身房？啊？那能不能换个人对接呀？我看着他我难受。这人可是你找的啊？你去？你刚说了你要去。我后来觉得吧，这张教练他有点肉麻，他不太适合我。
你们去。我敷衍。哎，胖子，你不去啊，胖子。哎呀，这关键时刻呀，还是我最好。我陪你去。啊？我说我陪你去。不用了，一个张志远已经够我受了，再来个常大佬，我可受不了这种折磨。嘿，哎，我觉着挺合适的，正好他可以陪你。米洛叔，我觉得吧，肉麻就肉麻点吧，为了你能豁出去。而且我觉得他应该对我不会感兴趣，我陪你去。哎，我怎么觉得哪儿都有你啊？我怎么了？哪儿都有你。我陪他去怎么了？我陪他去的。刚才让你去啊，我去，就我去啊，去你那儿去。我决定了，我要速战速决，尽早从张志远的泥沼中解脱出来。你想怎么解脱？你这个不会是要使用美人计吧？啊！对，把肚子贴住。哎，对，坐呀又偷懒。这个，再加一个。感觉你今天不太一样啊。是吗？对啊。你今天有空吗？要不去我们公司熟悉熟悉？啊，我还有2个学员，要不你先坐那等我一会儿。好。等你用啊。刘小姐，喝点水吧。谢谢。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这水挺烫的。我们健身房女学员比较多，张教练准备的都是热水。他说呀，热水对女性好。哎，你们张教练平时都被这么多女学员包围吗？我们张教练确实很有魅力，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学员报名。但是他这个人呀，一门心思都在健身上。可能旁观者看来某些动作不太雅观，可从健身方面来看，只是为了追求更规范的动作而已。我们张教练心思很单纯的，他特别一根筋。我看出来了，没事儿秀秀肌肉，也不分场合，挺自恋的。他那不是自恋，只是自信而已。自信？我们张教练跟我们讲过，他小的时候呀特别瘦小，就总受人欺负，他一直挺自卑的。后来看了施瓦辛格的电影，就发愤图强，要变得强大。他展现肌肉也不是为了炫，而是希望大家能真的意识到健康美的意义，让自己变得健康强大起来。他觉得呀，他必须要表现出一个自信的榜样，才能让更多的人摆脱那种自卑感。不行，就坚持一下嘛。怎么呀？哦，这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让一下，来我看看。这，我把这抽筋了，这是。腿没弯着啊，伸直啊，不是疼，哎！放松，随着我手的力，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像好点了。扶他起来吧。是不是好了？来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在原地多活动活动就好了。原地啊。还不快谢人家张教练？谢人家。
谢谢张教练。应该的，没事没事，大家都散了，没事啊，继续练。哎，张教练，不好意思啊，之前冒犯你了，今后大家都是好兄弟。难得啊，思义今天心情很好嘛。等我一下，我去换件衣服，一会儿就出来。呀，难得呀，思义今天心情挺好啊。哦。你说这电话也不接的，微信也不回，怎么办呀？我看天气预报说，山上的雨比这还严重。一旦有什么泥石流、山体滑坡，哎呦，这个怎么办啊？你先别想那么多了，有咱爸在，出不了什么大事儿。你先冷静一下，坐一会儿。还是无法接通啊？现在天气这么差，山里面没有信号也很正常。你要不先去睡吧，有什么消息我告诉你。我睡不着。估计爸妈现在也联系不到我们，等他们有信号，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的。我们再等一等。
哎，爸，你们怎么样啊？啊，挺好的。就是昨天啊，这边雨下的特别大，它电断了，完了这个电话没电了，这不今天早上都来电了，刚充上。啊，告诉你们一声，别着急了啊，挺好的啊。那妈呢？啊，在。出尘，出尘啊，那什么，哎，好着呢啊！告诉你姐啊，不用担心，哎，我跟你爸爸还得玩2天再回去呢。哎，这儿可好了，那空气都可清新了，有时间啊，你们也得过来玩啊。行，那你们多穿点衣服啊。行了，不说了，你们赶紧再睡会儿吧啊，还早着呢。哎，挂了，哎。这样就好。哎，你一晚上没睡啊？你去睡吧，我去买早餐。行，那我再去睡会儿了。好，您的菜请慢用。吃，随便吃，今儿我请。你今天怎么想起来请我吃饭？什么叫今天？就吃个饭嘛，就聊会儿。啊？哎，醋意这么浓，应该吃饺子呀。错？什么错？你是不是吃那个张志远的醋？逗，我吃哪门子醋啊？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正好呢，我觉得这个牛思义和张志远还挺般配，我去撮合撮合。你敢？不是你信不信我跟你拼命啊？你看，还说没吃醋。思义可是个好姑娘，你可得抓紧了。当然知道了，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接近她。追姑娘这种事我也帮不了你。不行，你说我这事业未成，天天想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，太不爷们儿。不想了，这点我同意你。男人嘛，应该以事业。等我们登上事业的巅峰，我再把牛思义娶回家。等会儿，谁把牛思义娶回家？你把牛思义娶回家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你说韩子墨要是把黎初瑶给追求上，你这当弟弟的你吃不吃醋啊？我当弟弟的吃什么醋啊？我要是当弟弟的，我就吃醋。当弟弟吃醋？行了，别想了，吃菜。不好看，好看，你多少看啊？这个不好看。我做就特别的好看。我说不好看就不好看。哪儿不好看了？你就说嘛。哎，你看看人家做的，我做是新力科技吧？是啊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李洛书是你们这儿的吧？是啊，他还没来呢。你要不在旁边坐会儿？
我听说你们公司最近挺抢手的。对啊李洛书应该是你们大老板吧？他占多少股份啊？哟，您是投资人吧？来，戴帽来，请坐，来。我不做，我很忙的。我呢，只是想了解一下你们公司的情况。情况，情况我来跟您说。咱们现在这个产品啊，它马上就要面世了，它现在好得很，而且现在市场估值啊特别的高，一大堆投资人等着投资呢。那您要是有想法，就得抓紧时间了。洛叔，你正好来了，这个有投资人。某某。你想多少？不多，10万。好，我尽快打给您。还有啊，您下次有事提前给我打个电话，别直接就来公司。行啊，只要给钱，什么事儿都好说。有件事儿，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小朋友又来打电话哈。那哥哥问你，你来这儿打了这么多的电话，一次都没打通过，你到底是跟谁打的呀？没谁，一个不认识的。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你跟他打什么电话呀？我不打了。洛叔来了，快屋里坐，屋里坐。有啥事儿就在这里说吧。哼，就300。最近考试，没时间打。要钱的时候有时间，还钱的时候就没了。明天考试结束，我一定打工把学费还了你。当妈的把儿子抛弃了，自己人间蒸发；当儿子的天天在别人家里吃白饭，你们一家可以呀？真把麻烦别人不当回事儿，就少说几句嘛。我说，快屋里坐一会儿吧。我不去了，走了。
怎么了？有什么心事啊？没事。别骗我了啊！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看到你在楼下坐着，出什么事了？可能最近工作太累了。你要是真有什么事儿，你就跟姐说，我一定帮你。嗯，放心吧，早点睡吧。您怎么又来了？你不是不让我去你公司吗？而且我想告诉你，拖延不是办法，该你的你躲不了。我答应过的事，有哪件没做到？谁知道你会不会半路跑了呀？先走吧。怎么了呀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你先上班吧。我还没弄明白这怎么回事呢。这是谁呀？你别管了。什么叫我别管了？我是你。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。那走走。喂，楚瑶。这样，明天周末，咱俩一块出去玩呗。最近工作有点累，就不去了吧。啊，好吧。对了，洛叔最近干嘛呢？我怎么一直联系不上他呀？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呢。他不会故意躲着我吧？他躲着你干嘛呀？可能是事儿多呗，让他清静几天吧。好吧。嗯，好。我回来啦。回来了。赶紧给你弟弟打个电话，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喂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饭已经好了。我公司有点事，我不回去了。哦，行吧，那你早点回来啊，要不然妈该着急了。好，不用等我了，先吃吧。嗯。他说他学校有事儿，不回来吃了。不回来吃啊？嗯。那我等他一会儿。咱们先吃吧。In 1428, Masaccio painted scenes from the life of St. Peter for the Brancacci Chapel at Santa Maria del Carmine. 我打了几个电话，他都没接。要不你们先睡吧，我再等会儿他。
楚晨，楚瑶，你睡了吗？楚瑶，怎么了，爸？这么晚了，他怎么还没回来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刚刚给他打了几个电话，他都没接。不行，我得找找他去。哎妈，别去了，他都这么大人了，出不了什么事儿。这一会儿妈要是醒了，事儿就更大了。这孩子，你快回去吧，没事儿。快回去睡吧。行了啊，我再给他打电话。好。初晨，初晨，你在吗？妈，哎，起来了。哎，啊，初晨呢？他呀，他说学校有事，一大早就出去了。这就走啦？嗯。哎呦，给他留的饭他也没吃，这孩子。是啊，太早了。你怎么也起这么早啊？你再回去睡一会儿吧。哎呦，我这睡的呀，腰酸背疼。那我再去躺会儿啊。嗯，我不管你了啊。他这2天都没来过公司吗？可不是嘛，连人影都没见着，打电话也没人接。那你们知道他能去哪儿吗？或者这几天谁来找过他？姐，你是知道的，他跟我们所有人定的规矩，再急的事也只能打电话，不能去你们家上门找。哎，对了，姐，前2天洛叔的一个伯母来找过他，还问他是不是公司的大股东。对，伯母。你好，陈爽在哪个房间？那个里面最后一间。
1号车。你和病人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他护工。病人得了很严重的脑瘤，压迫了视觉神经，现在根本什么都看不见。他现在失去了自理能力，身边一定要有人照顾着。他家人也真是的，把人撂这就走了。哎，回头你看到他家人，麻烦说一声，病人身边现在不能离人。行，他现在刚输上液，也睡着了，你继续看着吧。这瓶打完了，你叫我给他换药。想喝水。水。慢点喝，烫。你是谁？我是新来的护工。哦。谢谢你。听你的声音。挺年轻的啊！哦，是我大哥雇你来的吧？是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我真没用，我净给他添麻烦，净给他添麻烦。小伙子，你还在吗？在。哦，我有一个事情想麻烦你，你能不能帮我问问我大哥，我托他找的那个人有没有消息了？啊，让他好歹给我回个信儿。你告诉他，我一直在这等着，我等着呢。小伙子，求求你啊，
你一定要帮我问一问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放心吧。初晨，你回来了吗？怎么了？孩子睡了。哎呦，我都2天没见着他了，怪想他的。哎，你让我看一眼啊，我轻轻的。你把他吵醒了。哎，不会的，我慢慢的。你让我。初晨没回来呀？啊？他干什么去了？你为什么要骗我啊？怎么了？初瑶啊，初晨他一直没有回来啊？你也知道是不是？他去哪里了？他在哪儿啊？他在学校呢，你马上给初晨打电话。哎，快！他去哪里了？在学校呢。他为什么不回来啊？复习忙嘛。那你们为什么要骗我啊？没骗你，他学校忙嘛，他回来不耽误时间嘛。忙？他都好几天没回家了。啊？他忙什么啊？哎，他不会是有什么危险吧？哎呀，他在学校待着不会有事儿的，那么大个人了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那是他要是有什么危险，你得一定告诉我呀！啊！你放心，我告诉你，李杰同志，他要是知道了你1宿没睡觉的话，他会心疼你的，那他就真有事儿了。他为什么不回来啊？你赶紧回去。我打过电话了，他说他马上要考试，所以这几天就先不回来了。你看，我说没事吧？啊，乖的啊！你回去先睡觉，明天让他回来啊。对，走。考试？他考什么试啊？这不是这快毕业了吗？这孩子们都忙呢。考试他还能回来啊？咱让他回来。啊，他可以回来复习的呀。听话，你先睡觉啊。好好睡觉啊。妈，哎，妈，丽姐，还没消息啊？你说他去哪儿了呀？妈还偏偏在这时候犯病。没事儿，有爸在呢，爸陪着你和你妈，他会回来的，你妈也会好起来。洛叔的朋友在跟着找呢，别着急啊，都不会有事的。
孩子，能看见吗？能。好。嘿，那小孩，你是写完了还是偷懒呢？困死了，让我眯一会儿。臭小子！舒瑶，今天你妈夜班回来的晚，一会儿你把洛叔送家去啊。爸所里边有事儿，得出趟警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一定的。拜拜。再见。楚晨，起来了，送送洛叔。让我睡一会儿吧。你就送他嘛，困死我了。洛叔，我们走吧。好。谢谢楚瑶姐，你送我回家。那我就先回家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哎，来了。请问李洛书在吗？找洛书，您是？洛书，这是我儿子的名字。小伙子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20多岁。哦，跟我的洛书差不多，就是不知道他现在长什么样子了。自作自受。要是有人以前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你能原谅他吗？我呀，做了太多对不起他的事儿了，所以这些年我不敢问，也不敢联系。姑娘，喝水。姑娘，你找洛书有什么事儿吗？您知道洛书的消息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看他消失之前，您去小区找过他，我以为你知道他的消息，所以就冒昧的过来问问你们。哦，他现在住在你们家？哎，姑娘，洛书是你什么人呢？我是他朋友的姐姐。姐姐，还住在一起啊？关系不一般嘛。说什么呢？做你的饭去。我懒得管你们破事。叔叔，您知道洛书去哪儿了吗？因为好几天不见他人影，我只能过来问你们了。洛书他可能在医院。医院？他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他倒没事儿，
是他妈妈快不行了。他妈妈？你说，一个当妈的，竟然能够嫌弃自己的儿子是个累赘，把他给抛弃了。你说他还配当妈吗？他还配当妈吗？他还配吗？可到头来，我还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回来。我除了这一身的病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不求得到他的原谅，这都是我的报应，这都是我的报应。可我就想能在临死之前再见他一面。我当着他的面给他道个歉，我跟他说一声妈妈对不起他。我想让他拉着我的手，我想听他叫我一声妈。我就知足了，我就知足了。我就知足了。前阵子刚回来，就是想最后见洛叔一面。妈妈，爸爸是不是永远都回不来了？洛叔，妈妈要去外地一阵子，你先去大伯家住好不好？你干什么呀？怎么整天打打闹闹的？你只会说我，你怎么不说他呢？他妈倒好啊，出国潇洒去了。要我看，这么多年早就不知道跟哪个野男人跑了，还管他？他就是想把这个拖油瓶甩给咱们。我告诉你，那是你侄子，不是我侄子。洛叔来了，快屋里坐，屋里坐。有啥事儿就在这里说吧。就300。你等考试结束，我一定打工把学费还你。当妈的把儿子抛弃了，自己人间蒸发；当儿子的
天天在别人家里吃白饭，你们一家可以呀？啊，这么麻烦别人，不当回事儿。少说几句。现在他妈妈快不行了，整天躺在医院里。哦，你上回看到洛叔他大伯母啊，就是去问洛叔要医药费的。我没想到他小时候是这样过来的。是啊，我知道洛叔这孩子对他妈妈有怨恨，什么事都憋在心里不说。这孩子心地善良啊。知道他妈妈得了绝症，肯定是去医院看他了。真快，说没就没了。我也是刚听说的。哎，真是，好好的说啊，我是家里。
雅，别难过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希望可以找到他，可真的找到了，却再也没有机会亲近了。你恨他吗？不恨他，我只是不理解，为什么他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，却又抛弃我？为什么他抛弃我之后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要我回来找我？我不明白。他应该也很后悔吧？可我到最后也没能喊他一声妈。我是不是太冷漠了？陆叔，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冷漠的人，只是你跟你的妈妈分开太久了，在你最孤独、最需要陪伴的时候，她没有在你身边，让你难过了。我还以为你要劝我原谅他呢。这太不公平了，我没有经历过你经历的事情，有什么资格劝你啊？其实我也失去过亲人，我知道失去亲人的痛苦。是你，乐叔，是你陪伴我们全家人度过最艰难的时刻，带给我们全家希望。所以，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要告诉我，我们一起承担。初晨这孩子，好几天不回家，初瑶这么晚了也不回来，这两个孩子越大越不让人省心。都长大了，再说又临近毕业，忙工作的忙工作，忙学习的忙学习，还能像以前似的，按时出门上学，按点回来吃饭。你得慢慢学会适应这个，不能瞎操心了。行，我也知道是我的毛病，你还不知道，就个操心的人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初瑶那时候刚上北京去上学那会儿？哎呦，是整宿的睡不着觉，一会儿在想啊，哎，今天吃的怎么样啊，喝的怎么样啊，跟同学相处的怎么样啊？哎呦，这个北方的天气可干燥啊，这冬天还冷，这穿的多不多呀？没完没了啊，还不敢给他打电话，还怕烦着他。哎，你接着揉啊，揉。哎，这换了初晨啊，就更不省心了。哼，小的时候啊，就一直盼着他长大，到现在了呀，现在成大小伙子了，舍不得他长大。我就总觉得吧，他一长大就会离我很远很远。尤其是这些天啊，我这不睡不着吗？我一会儿我就得去他屋里看看，越看越害怕。
我脑子里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然后我就老觉得有人攥着他的手啊，把他硬从我身边给拽走了。哎呦，我就哭呀喊呀，哎呀，没用。到后来就劝自己不能这样，再想啊，我这身体也就垮了，我就回到咱们屋，把那安眠药给吃了，就心想吃了药能睡会儿，就不想这些事儿，睡不着。哎呀，我也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你说这孩子哪有不长大的呀？他总得结婚啊，生孩子呀，有自己的家庭，然后离咱们越来越远，甚至以后，回来看咱们的时间也越来越少。可是这当妈的心里就是惦记孩子。我就跟你说，他们都不用干别的，就是他们那么一进门喊那一声妈，我就高兴的屁颠儿屁颠儿的。你说出来这个臭小子，都好几天听不到他叫我这声妈了，我这心里空落落的。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你去哪儿了呀？哭什么呀？妈知道学习重要，以后你得回家呀，家里多好呀，有爸妈，有你姐疼你啊。听妈的话，以后啊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都得回家啊。行了，孩子都知道了啊，都回来了。妈，这把我跟弟都回来了，你能睡好觉了吧？能睡着了，能睡着一个大好觉。我想买这个，不好，不适合你，这颜色也太深了。那我看看。牛字叶，最近 logo 的参考图给我看一眼。哎，这个不行，感觉不太好。就这些。你这样说话不腰疼？你知道现在设计师多贵吗？办公室里的醋味儿挺大呀。还是山西老陈醋。你还别说，这一提到醋，我就想吃饺子了。对对对，再来2颗腊八蒜。我想买个淡青色，淡青色你看这个。你说这是什么醋？镇江姜汁醋。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
这里是科技研发公司，不是巴黎、纽约、米兰时装秀。哎，你们这一个二个都有病是不是啊？小黎，你前2天没来上班，没什么事儿吧？是家里出了点事。家里出事儿了？怎么了？一个亲戚去世了。哦，这样哦。喂。好的，韩总。我去趟韩总的办公室，你接着忙啊。洛叔，你回来了。洛叔，你这2天跑哪去了？对啊，你去哪儿了？你们都担心死你了。我们这茶不思饭不想夜不寐啊。行了，你看你们少吃一顿饭，少睡一会儿觉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哼，我没事，忙去忙啊。好嘞。真没事啊？没事。没事啊，这不好好的吗？哎，你这2天去哪儿了？这把猪腰都急坏了。怎么着？欲擒故纵，鬼躲着不见的？别瞎说啊！你瞎说！哎，我能感受得到，那不仅仅是姐姐对于弟弟的关心，还有那么一丢丢的女孩对于男孩的关系。你又琢磨我姐，你别操心啊。打情骂俏呢。还打情骂俏呢，都移情别恋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再不抓紧，你自己就这么边走。该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尝试一下。哎，唐教练，我们之前订的那批设备怎么样？现在正在路上，一会儿就到了。行，这个我已经签完字，你把它拿给项目部吧。好的，韩总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李处瑶这几天怎么没来啊？啊，我问过他了，他说家里有亲戚去世了，他们一家人去送别。跟我坐。一，起，二，有点精神好吗？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脚尖微微张开，挺胸，收腹，后背绷直，大腿与地面平行，膝盖可以小于90度啊。注意，膝盖不能超过脚尖儿。还有这个屁股，一定要收紧。好，走。看到了吗？哎，你说就说，能不能别做示范啊？大屁股，请你尊重我的职业好吗？我怎么不尊重你的职业了？不就是伸个胳膊甩个腿儿，上上下下蹲2下？看好了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请问你这个跟蹲马桶有什么区别吗？不是怎么说话呢？一天到晚恨不得时时刻刻摆 pose， 不就是有肌肉吗？谁还没有？练不出来似的。你怎么了呀？我好心好意教他动作，他不领情也就罢了，
该说我说你什么？说，我说不出口。这样，你把我刚才教给你的动作给大家再做一遍，你让大家看看标不标准。做就做，让你不成？看好了啊！不挺好的吗？对呀。那你再做一个呗。那你看着点啊。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！让你嘚瑟。装起来吧，接着装。谁装谁是孙子？没事吧？闪着腰了吧？没唱，真的。思怡啊，带他去看看。哎，我也去。你去干嘛呀？一会儿设计 logo 的人就来了。扶他起来吧。陈明，李总，您为这款产品起的这个名字太好了，这个名字就像夏季清晨的蛙鸣、蝉鸣、鸟鸣，处处都体现出了大自然的凌厉和勃勃的生气。它不单单只是一个 logo 设计这么简单，而是一次用生命倾注的艺术创作。师傅，疼啊！嗨，你说你逞什么能啊？健身这种事儿本来就有很强的专业性，你老跟人张志远较什么劲？你不是说他人有问题吗？突然来个180度大转弯啊！是啊，我以前是不怎么喜欢他。他这人有点缺心眼儿，喜欢显摆。静观万物内幕的安宁与和谐。啊，说完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您的设计我们很喜欢，就是这含义啊，我还有一些没有介绍完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商量一下啊，是吧？对。那好吧，那我静候佳音。那我就先走了。我们走吧。可是我接触发现，他也没那么讨厌，憨厚老实，待人亲切。合着这缺心眼是憨厚老实啊，爱显摆是待人亲切。哎，我说他给你灌了多少迷魂汤啊？你俩要是再接触，我看你直接转行做健身女教练得了。你们有人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吗？听懂什么呀？我一句都没听见。哎，罗叔，你听懂了吗？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的讲解能力很差，你们也可能不会采纳我们的设计方案，但是最后我还想再说2句，希望你们能最后给我一次机会。你说。谢谢。其实我们的设计理念很简单，就是通过直线与平行线构成了一个几何画面，同时用3原色和一些灰色交替配置，象征着运动的动感和活力，让客户从视觉上感觉一种律动感。嗨，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搞那么玄乎。说实话，其实在以前我和我的团队并不是擅长浮夸的表达方式，所以错过了很多机会。所以今天我就想尝试一下，突破一下自己。可是就在刚才，我的那些讲解，连我自己都没有打动，又怎么可能打动了你们呢？看到了你们一些反应，促使我做了一个决定，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风格，创作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做自己感觉对的事。那合作愉快。谢谢，合作愉快。您放心，李总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琪琪姐，喂，李宇，怎么了？吃午饭了吗？我来找秦云订婚礼酒店的事儿，正好路过你们公司，中午跟我一起吃饭吧。你赶紧合计合计伴娘的事儿。行，那中午见呗。一会儿见。好，拜拜。
叶，你怎么来了？张教练，常大乐他腰伤了，我自己带他去推拿，结果越推越严重了。你看你有没有什么康复训练能帮帮他？他不是不信任我的工作能力吗？你现在不信任我给你做康复了？没有，我还真没相信过你的。啊，他信。而且我觉得我这腰现在好了，咱可以回去了。他需要你的帮助。来，帮我看看，这一套呢是我选的主婚纱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挺好看的。哎，好看吧？嗯。还有，这是一套金九服。哎，你说我是选中式的还是选西式的呢？我觉得这个中式的就挺好看的，也挺衬你气质的。是，还是你最懂我。好啦，新娘选完啦，再帮我看看新郎的。凑合看啊。你俩是结婚还是结仇啊？他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啊？别提了，结个婚我们俩吵了不止一次架了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你简直要了他命一样。那不也是你自己选的，你不能退货呀。哎，我觉得秦云也是个老实人，就别为难他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先别说他了，快帮我选选新郎的礼服吧。这两套。这你都标记出来了，还让我选什么呀？不过这你选的还是秦云选的？当然是他选的了。他说这两套啊，穿着他显得稳重。哎，你说我这结个婚，我这么喜庆的，非得被他穿的这么死气沉沉的，你说他想干嘛呀？他不是也就结一次婚嘛，你就随着他点呗。反正他也随意惯了，爸妈也习惯了。好啦，现在是重头戏，你的伴娘礼服，当当当当呀！对，我就不用挑了，你帮我挑。啊，你自己不看看啊？你帮我挑，我相信你的眼。好吧，那我帮你挑了。哎，对了，你那边还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伴郎人选呢？伴郎？不应该是秦云的朋友吗？你还不知道他能拿得出手的伴郎，不就韩子墨一个啊？你说我这边伴娘团5、6个人，然后他那边就一个，到时候指不定都得说我压他一头。你本来就压人家一头啊，还不许人家说了。哎，不过你准备找谁给秦云充当伴郎啊？不知道啊，我这不就是来向你求救了吗？我怎么知道？而且我想的是，伴郎团的质量肯定得跟伴娘团质量相当，对不对？不能跌份儿啊，最起码得高点、帅点、年轻点。哎，你弟下周有没有时间啊？我弟给秦云当伴郎可不合适吧？哪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弟又高又帅又年轻的，刚好符合我的标准。怎么样？帮我问问呗。追啊，这就当救救急嘛。那我帮你问问吧。啊，不过我可不保准他能答应。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，包在你身上。思怡，我最近研究了一套专门针对女性的速成教程，几天就见效，瘦身效果特别明显。是吗？对呀。几天？找机会我亲自指导你一下。哎，那我是不是也能参加呀？几天就……当然了，他们都是我的学员。哇，那我用不用节食啊？不用特别节食，一般的话2周就会见效。按我的说法来，没问题。你干嘛呢？不许偷懒，接着做。常大乐，让你做你就做呗。来吧，做吧。卧推每组10个，给我做10组。注意你的老腰啊！这！哎，我说你故意的吧？啊，我这忍你半天了，就我现在这样，你让我做卧推？这些都是复健的基本动作，做不了你还赖别人，废！
说谁废物呢？常大乐，我说你废物呢！我去你的！没想到啊，常大乐，你还挺厉害，还跟人家健身教练打架。谁让他故意针对我？我说你能不能小点声？你还嫌不够丢人？丢人？就张志远不丢人呗。至少人家没跟你似的，当众散德行。什么？我当众散德行？那你回去找张志远去呗。我祝你们俩双宿双飞，早生贵子，行了吧？常大乐，你有病是不是啊？站住！别碰我！我有话跟你说。快说！我喜欢你。什么？我喜欢你，常大乐喜欢牛思义，听清楚了吗？常大乐，你真的有病是不是？对，我有病，我有病，我才会喜欢你。你是认真的？不是你哪儿看出来我不认真了呀？哪儿看上去像认真啊？行不行？赶紧给人痛快话。我是认真的。不行。为啥不行？为啥不行？你下周有时间没？应该，什么事啊？林雨的婚礼缺个伴郎，你去不？啊，没有，特别忙。他都求我了，他说伴郎团现在就韩子墨一个人，伴娘团有好多人，他觉得分配不均。你就当帮姐这个忙吧。哎，那你是伴娘吗？那当然了，而且我今天还跟林雨选礼服来着，伴郎的礼服可帅了。你要是去的话，那我也去。真的啊？啊？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不许反悔啊。你真够意思，去吧去。波叔，哎，我发现你穿这身挺帅的呀。哎呦，我眼光还是挺不错，找的这伴郎太靠谱了。还是秦云哥眼光好，能够娶到这么漂亮的新娘。你看你嘴也太甜了，真是的。林雨，我这身是不是太隆重了呀？不知不觉看着你眼中，好看呀，一点都不隆重，挺适合你的。哎呦，要不还是换了吧。哎，停！好看
啊，我觉得挺适合你的呀。过来，来，来。哎呀，让我看看，这一对啊，天作之合，郎才女貌。那当然了，这多帅呀！太般配了你们俩。常大乐。怎么了？这是有事儿啊？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不是不愿意了吗？这怎么又提起来了？我就是好奇嘛。说说。嗨，这谁知道呢？反正喜欢就是喜欢了呗，也可能吵架吵出感情来。我一天不跟你斗嘴，我就浑身难受。这还不是喜欢你啊？就这些啊？就这些啊，反正就是看你特顺眼。行，这就够了。啊？那行吧，那你先忙你的吧。好。拜拜。怎么了？我这个朋友本来说好了给我当伴娘的，现在突然又说有事来不了了。啊？那怎么办？有备选吗？没了，满打满算5个人，现在上哪儿找人去？乐叔。你公司里的人呢？我公司的人啊？你不怕把你婚礼毁了？我没事，我不怕，主要是我这边人实在是不够了。你说这伴娘团就4个人，这数字多不吉利啊，对吧？你就当救个急嘛。哎，你公司不是有女生吗？你就把她叫过来，冲个人数呗。太好了，就她。哎，你再帮我拉一个伴郎，怎么样？我问一问吧。说定了。啊。你俩笑什么呢？哎呀，大乐呀，这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看你吧，特别顺眼。有病吧你？可能是吵架吵出感情，这一天不斗嘴就难受。吴思义，常大乐，干嘛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是喜欢我们家司仪，就跟我公平的竞争，你别搞这种流里游气的手段。干什么了？你不要脸！你不要脸！吵什么呢？不是你说的吗？该说什么我自己心里清楚。哎，行，思怡，你下周有时间吗？你先说你要干嘛？我姐朋友结婚，少个伴娘。当伴娘可以啊，反正我也没当过。那还少个伴郎，谁去？牛思义是伴娘，那伴郎肯定是常大乐。就是这俩一上去就一个字儿，呸！哎，
家乐，帮个忙。你敢去吗？去。我去。我也去。去，我俩。刚才那对伴郎伴娘已经吃完苹果了，祝他们事业顺顺利利，红红火火。接下来我们还要再选一对，谁先来？上！谁救你了？救你了！好，伴娘有了，伴郎也请上一位。要不我你什么你？我来！来！对了，带上。带着，来带着，绝对不需要苹果了都。好嘞，开始了。好，开始。这女人太可怕了，穿高跟鞋跑那么远。喂。初晨，里面那么热闹，你怎么不进去啊？我可不想在这儿跟别人速配。哎，你看你同学都结婚了，你准备什么时候？我啊，我八字还没一撇呢，男朋友都没有，结什么婚？你刚不是速配成功了吗？韩子墨呀，别闹了，他是我同学。那你喜欢他吗？
你小屁孩瞎打听什么呀？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想好好赚钱，好好工作。哦。你俩怎么在这儿呢？过来拍照了，快！哎，走吧。走。哎，陆叔，来，快，拍照了，快！哎，他俩呢？来，拍照了！来，好了，先拍照，准备了，正了吗？来，哎，快，准备了，1、2、3，2、3，唱！喂，新娘子，洞房花烛夜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呀？我和秦云都老夫老妻了，哪什么浪漫的洞房花烛夜啊？我跟你说，就今天这日子，我们老板还给我布置工作呢。啊？你们公司没人了，这时候找你？可不嘛！哎，我也算是公司小能手了，所以大事都必须亲自上手。所以我就来找你啦。找我干嘛呀？我又不能帮上你什么忙。是这样，我们公司接了一个关于相亲会的大项目，我是主要负责人。等等，相亲？你猜对啦。林雨，你不会吧？主要是，哎呀，我这不刚升职不久吗？业务压力真的很大。然后这个相亲会又是考核的重点，我必须得保证人员充足，是吧？所以楚瑶只能麻烦你来帮我充个数了。就我一个人，你充什么数啊？你当然不能，所以我还想让你帮我问问洛叔。哎，他那公司不是还有几个人吗？一起叫来，完事了我请大家吃饭。好吧，那我帮你问问他。好嘞，那我的前途可就都靠你了。行吧，就先这样啊。好，拜拜。秦远，你还不死过来！据介绍，他们将面临至少35万美元的罚款和1年监禁。据澳大利亚官方介绍，6月28号在距离开普敦1800海里处被澳大利亚海关和南非警方联合扣押的。哎呦，姐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找我肯定没好事儿。你把你的手拿下去，你看看你还有姑娘样吗？你看你把你弟给吓的。你少装啊！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，你们怎么就开始攻击我呀？说不定是好事儿呢。上次给我拉去当伴郎，这次你要给我找媳妇儿啊？心有灵犀啊！我弟怎么这么聪明？你这怎么还打上了呀你？别打了，他还是个学生呢啊！学习最重要，谈什么恋爱？什么学习最重要？都多大了，还学习最重要？得谈了。不是你怎么也打上我了？我跟你讲，妈什么样，闺女什么样啊！你这都把闺女带坏了。你少来，你赖我。哎，你快说啊，什么好事儿啊？就我那朋友林雨，他现在在一家婚庆公司做策划，然后要搞什么一个大型的相亲会，但是人不够，想让我弟拉着他朋友去凑凑数。相亲会啊？哎，就是电视上那种啊，你说你的条件，我说我的要求，然后就能配对的那种啊？哎呀妈，那种啊？也太草率了吧！不是那种的。哎，我跟你爸那时候，我们是妈，不是真的，就是去帮朋友忙。行了吧，你自己还8字没一撇，还给别人听听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要找对象啊，得妈给你们找，得找那个知根知底的熟人，你知道吧？你看现在电视上那些闪婚闪离的多少啊！结婚之前那什么性格啊、品质那都不了解，结了婚之后那鸡毛蒜皮的小事吵过来吵过去，然后就是打官司，多丢人啊！你们的对象啊，妈给你找，听到没有？妈，初瑶，你可是到了找对象的年龄了啊！
哎呦，人家那是正规婚庆公司，跟你在电视上看的不一样。再说了，我又不着急，他更不着急了。我们就是去帮朋友忙而已，不是真的啊。那更不能去了，都不是真心的，不骗人的吗？哎呦，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？我跟你说，我可不去，我才这么大岁数，我去那太丢人了。你多大岁数？别呛点儿啊！这么狠呢你？不过儿子，你呀还真得去啊！你看看你姐现在这样啊，你得替爸看着她点儿，回头别把哪个小伙子给人拐跑了。怎么说我姑娘呢你？不是你看，那我去，不是我姑娘呢你？去，行了，他紫了一会儿。那么着急啊？你毛毛躁躁的。人家林雨还等我回话呢。是个东西。以上就是这个项目的简要内容。不错，做得不错。大家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散会。小齐啊，把宾客资料给黎初瑶复印一份，让他提前熟悉一下。下午的酒会把他带上。好的，韩总。齐一姐，什么酒会啊？一个投资业大佬的聚会，估计韩总是想带你去见见世面，这是好事。哦，那我有什么任务吗？一般这样的酒会，韩总都需要带一个人在身边，随时提醒他来往宾客的名单和身份。韩总很忙的，难得有记不周全的时候。一会儿我把宾客的名单发给你，你好好熟悉一下，不用担心，有我在。好的，谢谢齐一姐。不用客气。韩总好，韩总好。韩总，好久不见，哎，好久不见。我们在下面呢，走，上去。啊，好。齐一姐，我家里来电话了，可能是有急事。没事，你接吧，我来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我没事儿，那个你在哪儿呢？我上班呢。是这样的啊，那个你还记不记得妈妈以前一个同事王阿姨呀？今天她过来看我，聊起你们来啦。她呀有一个儿子叫何俊，好像比你也大不了几岁，现在人事业发展的也挺不错的。我觉得你们俩倒是可以先接触接触，是吧？妈妈把那个俊俊的那个微信啊推送给你，你们俩先加个好友。行行行，我先上班了啊，晚点再说。哎，上次你的投资真的太nhanh了。您是俄罗斯白俄罗斯，白俄罗斯。韩总。哦，你好。哦，韩总，我们先休息。好的。啊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秦毅。你好，越长越漂亮了，秦姐。
这位是绿洲集团的齐夫人，上个月的剪彩仪式见过。齐夫人最近一直在减肥。哎呀，这几个月没见，这齐夫人苗条多了，越来越漂亮了。这齐总太有福气了。韩总，您真太细心了，我也没瘦几斤啊，这都被您看出来了。韩总，我给您引荐一个人吧。好啊。这边请。好。韩总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齐夫人，齐夫人啊，你好啊，好久不见。奥利，这位是奥利集团的董事长叶志华，你们去年在交易酒会上有过一面之缘。哎呀，叶总，这1年不见了，可不是嘛！哎呀，还真加了呀！小点声，非让我加那个何俊的微信，我就加了。真的，你是不知道啊，简直尴尬死了，我们两个聊天。两个人在这儿鬼鬼祟祟的聊什么呢？啊？哎，加上何俊的微信了没有啊？加上了。加了，那就赶紧约见面呀！这才聊了几天啊，就见面？见面才能进一步了解呢。妈妈可是千挑万选给你选的这何俊啊，你这态度可不好。妈，微信聊一下其实也可以。你小孩子懂什么呀？这个微信聊不就对着个手机在那聊啊聊，有什么可聊的？见人多直接呀！啊，见到真人才能增进感情，全面了解啊！你说这个人的这个脾气啊、性格啊、学识啊，这个声音好不好听啊，这个眼神是不是专注，这面相是不是端正，哎，这个语气是不是温柔啊？妈，见，得见一下子，是得见一下。你听听，你弟多懂事儿。妈，这样啊，我马上给你王阿姨打电话，咱们就定明天。明天，妈，就这么定了。谁让你答应的？就咱妈那脾气，到最后不还得答应吗？我不管啊，要去你跟我一起去。我去干什么呀？他又不能看上我。你答应了，你不去谁？去！把这事给我搞黄了啊！还不错呀。要不是我，你能完成这么伟大的程序吗？还有，要不是你，我早完成了。黑什么黑？你想抢功劳啊？你想抢功劳吧？哎，行了。罗叔，这已经完成设计了，咱们是不是该准备发布会的事情了？过几天就是科技展会，咱们就在那儿发布。哎，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来得及吗？来不及就加班加点的工作啊！哎，这又得干苦力，是不是昨天有点福利啊？什么吃个饭、喝个茶什么的，哎，我都写你。哎，你还提醒我，我姐朋友那儿有个相亲大会，但估计你们也不去，算了。嘿，周林不去，我去。谁说我不去？思怡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去。那我去。好的呢，那你去那儿干嘛呀？结识新人啊。哎，你还提醒我，我姐朋友那儿有个相亲大会，但估计你们也不去，算了。嘿，周林不去，我去。谁说我不去？思怡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去。那我去。好的呢，那你去那儿干嘛呀？结识新人啊，天天跟你们几个在一起。那思怡去，我也去。去，你们都去啊？你加班。凭什么我加班啊？都去啊？都去，那就算团建了。罗叔，这也太抠门了吧！姐，
你说我们是先点菜呢，还是等你家俊俊来了再点？呸！你家的俊俊，我家的不就是你家的吗？你再多嘴，我就不让你在这陪我了。哎，别，好不容易蹭顿饭吃，你是不是怕一会儿来个大帅哥，嫌我在这给你碍事儿啊？1号女嘉宾，我想采访你一下，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呢？没有择偶标准，总有个方向吧？是喜欢风流倜傥的，还是英俊潇洒？都行吧。最好是孝顺点的。一点个性都没有，活该嫁不出去。你是不是加他微信了？看他朋友圈。看人朋友圈干嘛呀？侧面了解一下他的性格嘛。有微信。是何俊，他说他有事不过来了。第一次约会就放鸽子，这一看就不靠谱，言而无信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一会儿你们看一下那边的场地，感觉还缺点什么，去看一下。来，喝口水，热了。来。哟，他们来了。哎呦，你们总算来了，我这儿都快忙死了，出了一堆状况。啊，对了，来，你的号码牌。我数你的。哎，音乐，我们的牌怎么跟他们的不一样啊？你们这都是临时的，人家那是有会员编号的，是相亲网站的登记会员。哎，你俩现在呀，跟我一样，都是临时会员啊。行啊，你林雨，真有奉献精神。哎呀，非常时期嘛。哎，罗叔，你那些朋友们呢？我一会儿就到。行，那我先把号码牌给你们，到时候你直接给他们就行。臭丫头，我先陪你进去。行。收敛点啊。陪着罗叔。好嘞。哎，你有啥事你就叫我啊。哎呀，知道了。喝水。知道了。别被男人骗走了。这头好漂亮，好漂亮。坐这儿。林雨，哎，来帮个忙。行，你坐着啊，我先去。你找到小对象了？我呀，做肌肉去了。你说吗？哎，洛叔，你的兄弟来不来了？我说，路上太堵了，晚了点。这是你们的号码牌，按照号码找座位就行了。哎，你说像我这种级别的优质男生，这一进门不就得被生拉硬扯？你呀，只会拉扯别人。闭嘴吧你俩，快点了。行吧，咱们进去吧。好，走。爱情是灯，越多越亮；爱情是河，越流越长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非常荣幸为大家主持本次活动。首先，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，鼓励一下自己和今天所有到场的单身朋友们。相亲是古老中国流传下来的习俗，单身男女们在月老的指引下相识、相知、相爱。
今天丽舍婚庆公司将担任起月下老人的角色，欢迎所有单身朋友们的到来。我看到大家已经按照号码找到了席位，在每位男士的面前都有对应的女士，你们有3分钟的交流时间，可以自由交换联系方式。时间到，钟声响起，每位男士将换到自己右手边的座位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相亲活动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？什么？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秦云。这就没了？你的自我介绍呢？我也没怎么准备。什么人呢？这才刚开始就惦记上人家工作人员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再强调一下，我叫秦云。没想到咱俩聊得这么好，今年其实挺大，这个我就觉得咱俩特别合适。今年30。对，李小姐，我赶紧留你的手机号，锁微信。我没带手机。各位男士，时间到，请各位男士抓紧时间换到下一位女士的面前，为大家节约宝贵的时间。快点，留手机号呢？留什么手机号？都等着呢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快点！你瞧，这我名片，给我打开。默契。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？你不是在跟我搭讪吗？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叫何俊，俊是英俊的俊。何俊，你刚刚说你是做什么的来着？ IT。哎呀，巧了 ，IT 我熟啊，就写代码对吧？黑客帝国那种，001001，对吧？哎呀，你看咱俩可真有共同语言呢。我觉得咱们可以再发展发展试试。其实我觉得阿姨挺喜欢。你就是李舒阳。哈，之前的事儿不好意思，因为没见过面，所以不想浪费时间。但是这么巧，能在这儿遇到，那我们不妨就相互了解一下。好。好，李小姐别误会，我本人不太提倡相亲的。这次来呢是帮我朋友的忙。像李小姐这样的人来相亲，应该没见过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。咱俩还真是有缘分。是吗？我眼拙，没看出来哪有缘分。哎，缘分嘛，就是那么的妙不可言，说出来就没意思了。不瞒你说，第一次见你，我就感觉好像胸口啊有一只小恐龙在乱撞。像李小姐这么端庄，一看就旺夫，招财呀！哎，是不是该换了呀？时间到了。怎那么多事儿呢？到时间了。没说完呢。那个，我们还可以深入的了解一下，就是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各位男士，时间到，请各位男士抓紧时间换到下一位女士的面前，为大家节约宝贵的时间。常大乐，你干嘛来了？
我相亲啊。那你相去啊？这不相着呢吗？你有病啊？那你自己聊吧。等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38号男嘉宾，我叫常大乐，是新义科技的产品经理，现年25岁，虽然说现在无房无车，但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，平时喜欢看美剧啊、英剧啊。常大乐，你有病吗？正儿八经相亲，我有什么病？你老这么耍我，你有意思吗？没耍你，我说真的呢。李小姐，改天我们一起吃饭，你有我电话的。哎，李小姐，加我微信，微信同步那个名片。你看你这猥琐样，还吃我在那儿。姐，刚这人看着有点眼熟啊。这不就是给你看微信朋友圈照片的那个笋干吗？好了，我们现场各位单身的朋友们，我们可以稍事安静一下，好吗？心与心的碰撞，迸射出璀璨的火花；爱与爱的交织，结出纯洁无瑕的真情。看来大家在今天的活动当中已经找到了最心仪的那一位。丽舍相亲联谊会到此圆满结束，感谢各位的参与，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喜欢的？喜欢的是没有，反胃的倒是有几个。啊？李小姐，你好。你好。我姓林。哦，我叫何俊。你好。朱瑶，我刚才想了一下，以后像这样的场合，你就不要参加了。咱们有微信的，记得把握这次机会。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，真的是不多。是的，是的。改天我们一起吃饭，打电话给我。不是，啥意思啊？这人也太自来熟了吧！哎，你知道有多巧吗？我妈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，后来那人放鸽子没来，就是他。你们俩还有这么一段孽缘呢！哎，但是我跟你说啊，你离那人远点。你看他刚刚身上那号码牌了没？那可是相亲网站的会员，相亲的钉子户，小心他盯上你。哎，这可是你说的，我才是 CTO。不是，我说了，真不是。这是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？我是 CTO。刚才那是刚才。哎，陆叔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我评评理。怎么了？刚才周林和张宇说了，华阳是 CTO。哎，刚才那个是特殊情况。对，怎么就特殊情况了？是啊。哎，行了，你就是 CTO，你 TO。对，你看陆叔都说了吧，我就是 CTO，你给我给记着了啊。你呢？有遇到什么心仪的姑娘吗？这刚才一直陪司仪聊天呢，根本就没看。你有病吧？别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啊！不撵你一个不可。对，IC，走吧。偏不偏？哎呦，韩子墨，你来的挺准时啊，这都完事儿了。我可是有原则的人啊，坚决不相亲，帮忙也不行。我用我的灵魂支持你的工作。拉倒，你可别支持我，你支持一下咱们出瑶吧。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今天老多人要他联系方式，可抢手了。就尤其那什么何俊，你哦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赶快跟我说说。就是那何俊吧，我跟你说他太奇葩了。
不熟。哎，陆叔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一会儿说。嗨，各位小朋友们，今天林雨姐姐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啊！你们帮了我一个大忙，谢谢。没事，我朋友们自己也想来，我们就当休假了。行，那我请你们吃个饭去。好，不用了不用了。我们还有工作是吧？哎，李洛叔，你这是在压榨劳动人民，劳动人民可比你勤恳多了。咱们这新产品啊，是新媳妇儿见公婆有的忙喽。哎，行了，这饭以后我请。走，行，走了。拜拜。哎，那我们也走啦，走吧。哎，我刚来你就要走啊？你是刚来，我们都待1天了。走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没事。你再说一遍，那人叫什么？何俊。那小子胆儿挺大呀，他敢跟我抢初瑶，吓死我！韩子木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你谁也别怪，你又没有追人家初瑶，那人家怎么就叫抢了呢？我提醒你啊，人家初瑶他妈妈都开始给他介绍对象了，你真的不能再没有动作了。再怎么着，你得先阻止那个何俊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先清扫一下前方的敌军和障碍，你懂不懂？有那么夸张吗？情场就是战场，你以为都像我一样这么容易被你骗到手？嗨，你是最棒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回来啦？哎，我听你王跟你说你跟小何见面啦。怎么样啊？人家小何可是觉着你还挺好的，说可以进一步发展。我姐那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你别说话，我才跟你姐说呢。就是人小何说你有一点冷冰冰的，不太够热情。我姐那是外表冷漠，内心火热。闭嘴！你下次要是见小何的话，你看你能不能稍微温柔和善一点，微笑笑一个给妈看看。妈，你笑一个给妈看看，笑一个。孩子怎么笑的？这是，你给妈笑一个看看。都怎么笑呢？这两个孩子这。喂，你好。你怎么连人家号码都没存啊？啊？你是哪位？我是何俊啊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忘存了。这我就得说你2句了。你想这种事你要多上点心，好男人多难找啊，何况像我这么优秀的。哎呀，算了，先不说这个了。你晚上有空吗？我正好知道这附近有一家自选麻辣烫还不错，要不要一起试试？我晚上没时间哎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在开会呢。哎，调皮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在开会呢。初瑶，跟谁说话呢？哦，是你啊？怎么了？你以为是谁呢？我以为是。怎么了？是不是那个何军他又来找你了？你怎么知道啊？林宇跟你说的？
你别管谁跟我说的，楚瑶，要是那个何俊再来找你的话，你就告诉我，到时候我来。这样，下班我去找你，我给你出主意，啊。何俊，接，不接了吧？喂，喂，瑶瑶啊，你下班了吗？啊，怎么啦？没事儿，没事儿也可以多联络联络嘛。我感觉你人还不坏，虽然有点小瑕疵，但是我可以包容。我何俊一向以德服人。你周末有空吧？我正好有2张4季高尔夫球场的门票，我带你见见世面。周末呀。好，就这么定了，不见不散啊！哎，我去，这小子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啊！去。我不去。去。干嘛？过几天我们产品发布会，想邀请你。好呀，正好我去看看我弟有多厉害。哎，楚瑶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位是啊，这是我的高中同学韩子墨。哈哈，我们今天是过来打球的。哦，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，你是？我叫何俊，俊是英俊的俊，是瑶瑶的准男朋友。那我怎么没听楚瑶说过你呢？啊，瑶瑶她比较低调，我也不是爱张扬的人，但是早晚的事儿啊。既然大家都是朋友，感兴趣的话进去打两杆。不好吧？而且我这个，哎，瑶瑶，你等等我。瑶瑶，我跟你说，高尔夫球是真的有天赋，给你展示一下什么叫稳准狠。看好了啊！这小子还在冲大头。滚！韩先生，我还是习惯用自己的球杆。韩先生，您上次的发球码数已经达到我们排行榜的前3了。前3是多少啊？271码。还不够远，还得再突破。行，来试一下。你们打吧，我不会。没事，我教你。那我先教你拨杆姿势啊。那双手握。这个手呢，放在这儿，这么抓。那个双脚与肩同宽，然后尽量向身体稍微下一点，然后发力。你要考虑它是否符合主题，然后还要看看对手的风气啊，什么方向啊。小黎，先别忙了，跟我去趟董事长那儿。啊，好，我先过去。进。韩总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说。
你们来的正好，还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啊，要交给你们俩去办。这个再过2天啊，就是杭州科技展了。参加这次展会的公司和人员的实力都很强。小齐啊，你也知道，咱们公司最近这个项目比较单一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俩通过参加这次展会啊，能够寻找到一些有实力、有创意的初创团队。初创团队懂吗？我明白。如果项目合适，可以考虑合作。我知道了，韩总。能完成吗？当然。行，去。胡总，杭州科技会展在2天后举行，听说新艺科技预定了现场的小舞台。这上面有我们的技术，还有这是我们的这个技术优势啊。谢谢啊，谢谢，技术最大优势啊。谢谢。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都调试到最佳状态了。我看今天人还挺多的，一会儿体验的时候大家耐心点啊。我办事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把客户当成亲爹亲妈一样伺候。哎，这个张志远，他堵路上了。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。他要来不了就麻烦了。没事儿，实在不行我上。我陪你一块上。哎，我左鼻子不比他溜。你清醒一点。真不比他差哎。新艺科技了解一下，我们有3大优势啊。哎，新艺科技了解一下。新艺科技哟，大乐，大老远就看到你了，怎么在这儿发传单呢？谁呀？我们俩很熟吗？干嘛呀？真是。谁呀？当初跟我一起做项目，偷了我的创意，想自己单捞一笔，结果搞砸了。后来投奔我亚军了，咱们小心点。哟，这不是新艺科技的李总吗？李总，你这么忙还亲自发传单，挺不容易的吧？不过也是啊，小作坊嘛，没有实力，也没营销手段，更没什么推广平台，确实只能发小传单了啊。大乐，好好发传单啊。哎，算了吧，别和他一般见。新艺科技了解，谢谢啊。哎，新艺科技了解一下。吴总，吴总，你好，这是我们新艺科技的新产品，了解一下，谢谢。你好，新艺科技了解一下，新艺科技了解一下。哎，我们的技术啊，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。哎，你好，新艺科技了解一下。这个呢是我们新艺科技的最新的手环，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产品介绍。当然了，我们的技术优势也是在市面上非常领先的。来，这车还在路上堵着呢。哎呀，行，你别解释了，你赶紧去换衣服吧啊！哎呀，下。我怎么感觉这宣传册发了一点用都没有？别着急嘛，这来看会展的人呢，都喜欢看帅哥和美女啊。到时候我们俩往台上那么一站，保证是宾客满堂。哼，你就算了吧。我怎么就算了呀？你充其量就是个蜡像。蜡像？蜡像也是有人合照的嘛。
挺好看的啊。谢谢啊。对不起。小丽，作为姐姐呢，我还是要跟你说几句。我们来这儿啊，不是跟人说对不起的，更不是给这些毫无前景的公司做慈善的。你需要做的就是擦亮你的眼睛，把精力放到寻找好的项目身上。这个我还是先留着吧，说不定到时候有用呢。你来之前就应该像我一样，好好的做做功课，就不会浪费时间。楚瑶，哎，你今天怎么穿这么正式啊？我这不是来给你撑场面的吗？包挺大，挺沉的吧？我帮你背吧。啊？你背还挺合适的。小韩总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随便看看。啊，楚瑶，我带你去2楼看看。走。啊。新意科技的最新产品，来了解一下。这是我们最新研发出来的智能手环，这屋里边的所有设备都能跟着你。新意科技的最新产品智能手环，了解一下。最新产品智能手环，了解一下，随时随地监控您的心率和血压。好，新意科技的最新产品智能手环，了解一下。智能手环，了解一下。是新意科技的展厅哎。新意科技，没听说过呀。你居然没听说过新意科技？你别看是小公司啊，他们掌握着很多大公司梦寐以求的超前技术。要我说，新意科技值得一看。是吗？走。欢迎大家来到新意科技的展厅，我是来自新意科技的李洛书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款健身 App Body Scan。我们希望通过这款 App 能够改善大家的生活方式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也会配合我们的硬件去推出一套完整的系统，希望有兴趣的投资商可以来关注我们这个新的创业团队。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创业团队的所有成员来接受采访。您是否能为我们展示一下 Body Scan 的产品模型？想体验我们产品的朋友，稍后可以留下，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带大家全方位的体验。据我所知 ，Body Scan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就已经被国外的 Magical Technology 公司所关注，然后这个时候他们给出了很高的评价，是9.6分。这个时候你们在国内又表现得非常低调，请问是为什么呢？首先感谢这位记者朋友对于我们新意科技的关注。我想这大概是国内外理念上的差异吧。但是我相信今天发布会结束之后，我们在国内同样会受到极高的关注度的。不知道新意公司对投资者有什么要求？只要是合适，我们都可以合作。楚瑶，快把他们写进名单里，他们真的很不错。没问题。这是我们公司总裁助理齐烨，我弟弟李洛书。
你弟弟？初瑶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李总，刚才的演讲真的太精彩了。我相信新艺科技一定是这次展会上最优秀的初创团队，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合作。好，谢谢。长得这么帅，那么有才华，真是难得。七夜，你不去看看其他公司的项目吗？不用了，我相信新艺科技就是韩总要找的合作对象。你这是被美色迷住了双眼吧？我比你了解我爸，小心我爸骂你啊！谢谢小韩总提醒，小韩总真是太体贴了。那我现在就去。初瑶，我们走吧，时间不够了。那我先过去了。瑶瑶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是不是很有缘分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哈，我回去仔细的想了想，我都想好了，房产证上可以把手拿开！你松手！你别以为我打不过你，还来劲儿了是不是？赶快走！粗鲁、野蛮、暴力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啊！那我说两句啊，那个今天大家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但是明天还得回去努力工作啊。今天展会上，咱们的 Bardiska 展示的效果非常的好，你们也都看见了，有好多的这个投资人呢都盯着咱们呢。那个韩总。是啊，我在这儿就能代表咱们公司负责任的说，如果龙翔出手的话，咱们一定优先和你们合作。啊，你这句话说的 good， 就冲你这句话，回去啊我也得做我爸功课。不过前提是你们的产品必须得棒。来，我喝一杯，敬大家一个。说嘛，你这。吃了，能吃了吧？吃，别客气。新艺科技在本次杭州科展会上大放异彩，成为众多投资商和媒体驻足的对象。下面有请新艺科技的李总上台为大家做介绍。欢迎大家来到新艺科技的展厅，我是来自新艺科技的李罗叔。老黎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款健身 APP， 你快来看。领导什么指示？希望通过这款 APP 改善大家的生活方式。接下来也会配合我们的硬件推出一套完整的系统，让有兴趣的投资。你关了干什么呀？不是那个，你肯定是看时间太长了，眼睛花了。你歇歇眼睛吧。怎么会啊？我刚才明明看到。不是咱儿子在学校考试呢，你忘了？他没事跑电视里边干啥去？对啊，他今天是应该在学校里考试啊。对呀，那但是我刚才，我得打个电话问问。哎。是吧？来，吃。再我一个。把你带。大姨妈，什么时候这么着急？好，这就回去。妈怎么？妈找咱们俩。那咱走吧。哎，那我送你吧。哎，你喝酒了，我们打车回去就行了。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走了，拜拜。路上小心啊。